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所以我找到我人生的学习的目标。南头陶呢是源于1796年，那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水里蛇窑会在这个地方发展，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地底下蕴藏了非常丰富的粘土矿。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木材，烧窑的话整整要烧掉16000公斤的木材，刚好水里这个地方具备了这2个窑位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呢，我们才在民国16年的时候就来这个地方设下这个窑厂。所以我的祖父林江松先生呢，他是第2个到这个地方来开荒的人，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打造的。那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8个窑厂在这个地方。从小呢就势必要到第一线帮忙家里的工作。那我在8岁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要粘那个煎药的煎药壶，我一天要粘100多个。说实在，我从头都不会想到说我以后要做陶瓷业，可能小时候也做怕了。不过这种传统的产业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早期莺歌要生产那个大的缸，要出口外销，需求量非常的大。我们水里的这个师傅呢的技法比较特殊，比一般在做大缸的速度会快3倍。所以呢，我们的师傅呢就非常的抢手，就因为少了师傅，一直在浓缩塑胶的盆器快速的发展，塑胶的水缸呢也大量的充斥了市场，所以在60年代之后呢，这种窑厂就慢慢走下坡，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窑厂，也是台湾保留最古老的一个窑厂，现今已经有97年了。我第一天到学校去报到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讲，这个系是我人生唯一的志愿，因为我们家里的工厂快倒了，所以我老师对我想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从心里的佩服。所以我在老师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专业的技术。快退伍的前1个礼拜天，我收到我老师的一通电话，告诉我，老师帮你找好一家公司，让你去实习1年。我就按照我的老师的这样一个指示呢，到那一家公司去看的时候，发现那家公司也快倒了。快倒的公司才有你发挥的机会，你要想办法去帮他改善经营。所以我非常感佩我的老师，他是给我一个环境去突破我在那个地方1年之后呢，我就决定回到这个故乡来，准备要把这个故乡的这样一个老传统的产业变成是一个教育文化园区，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工厂式谢谢参观的概念，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更多人喜欢这个行业，我们才有更大的支撑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制造业转换成服务业呢的一种业种的转换。慢慢看到我的规划方向是对的，看到很多的观光客就愿意来了，他慢慢就开始放心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没有钱，我就拉着一部拉胚机到处去表演。我那时候呢，我在茶桌上就很客气的请他们喝茶，把我所学习的做一个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来购买。我希望我10年呢能够有经费能够来改变这个地方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那也因为他们看到我想要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来都会跟我买东西。就有一个企业集团看到外面很多游览车在干什么，就进来看了。哇，他就很惊讶，一个地方连
钱都还没投资就有愿意来了，这个应该有发展潜力。他说哈，我告诉你，你这个地方除了窑不要拆以外，全都是拆掉，我来帮你盖三合院，闽南式的三合院。所以我就心里就想，你们不是来保护这个文化，是来破坏这个文化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了。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这个地方。后来开始被媒体发现了，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能够把它传递出去，让他认识我们的老产业，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技术呢，让他自己来体验。因为文化是大家的共同记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来保护这样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个记忆呢，要能够推动到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传承人，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跟当代生活连接。一个传统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思考。第一个方向就往上走，叫做工艺师在精进。那重点是在卖设计的价值。如果往下走的话，我们叫做体验工艺，客人到这个地方来亲自体验传统技艺。我相信呢，未来的传统产业会变成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传统蛇窑以及其他的传统窑，大概可以比较常见的4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长长的像一条蛇一样我们叫做蛇窑，负责烧农业社会时代的生活器物还有另外一种传统的窑叫做八卦窑。所有的窑只有八卦窑的烟囱是最高的，那这种窑呢都是烧砖块的。那另外一种传统窑呢叫做麻哈窑，就像一个阶梯一样，一阶一阶的上去的那种叫麻哈窑最后一种传统窑呢，在台湾叫做巴瓦窑，那种窑呢已经消失了。现在窑快速精准，可以把升温曲线都设定好，不像以前我们在烧窑的时候呢，那它的温度呢是看火候。所以用眼睛看的，窑头也有看灰线窑侧也有看灰线，但是呢，窑头烧了3天3夜之后，再从窑侧继续烧的时候，一定要往窑尾的地方看，看火到了没有，火到了之后到窑尾才可以烧侧火，要不然你侧火是温度升不起来的。那再来窑头的地方呢，也不烧了，也不能全部封死，全部封死会变成真空，真空的话温度是拉不上去的。所以我想，传统的窑炉它有传统的关键的技术，这种技术说实在快失传了。我们过去学的这种传统技术是不需要温度计的我们依然能够把它烧到一定的火候所以我在30年前呢，就让陶艺家呢有30位左右，我们来这个地方烧了3年的柴烧，我们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柴烧研究会，一直到现在，台湾大概将近盖了300座的小柴烧窑，也烧出了台湾的陶艺界的经济奇迹。水里蛇窑比较大的一个破坏的时间点是在9.1大地震，被震垮了将近2/3。所以我们发动了2个老师傅还有我，共同把这个窑呢再重新复原然后从一个打土砖，从要怎么调泥浆，从怎么样盖这个窑，甚至从窑的温度结构来谈。一个烧窑头的空间跟它的窑身的比例关系以及烟道的高度都会影响到它烧火我也被认证为这个修窑建窑的技术保存者，因为政府的支持，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传习这样一个修窑仪建窑的一个工作。我们南投土呢，本身的含铁量非常的高，那所以烧出来会变成是一个深颜色的高温的话一直到暗红色然后低温的话再来浅红色。现在南投陶没有办法挖了已经禁止挖这个矿了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如何能够复旧为新的南投陶，跟古时候一模一样，所以必须要从材料端呢开始研究。我们就拿了现成的泥土去做分析。这个原料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人家做出来的这个黄泥，还有那个红陶土，接近于我们早期呢，在修窑的窑砖，我们这2种土呢1比1的调配的时候，它的成分接近于南投陶的这个成分那所以过去在这个炼土的时候，它首先都是用牛下去先采，那个叫做初炼土，它里面还是有硬块，要再精炼，
那尽量呢都是在地板上用脚下去踩，也利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去踩这个泥土哈，把这个泥土呢把它踩踏均匀。踩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颗石头，它就必须要把这个石头呢把它摘掉。我们现在在练这个叫做菊花练土法。那这个菊花练土法呢，我们手的动作呢是一个像太极一样，那它本身是一个圆弧形的，这个运动压下去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空气把它逼掉。那这个泥土里面呢是不能有空气的，因为空气的话，它这个烧的时候容易炸胚，容易炸胚哈。所以早期也没有真空炼土机，所以必须要仰赖这个菊花炼土法哈。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的脚步就很重要了。左脚的脚尖朝着10点钟的方向，右脚的脚尖朝着1点钟的方向。然后这个就叫做3七步啊。那脚关节呢要稍微下沉，下沉这样的话它本身就会具备弹性然后前后移动，这样就会非常的稳。因为我们的手的姿势要配合脚的动作，前后移动。压的时候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去压，整个身体的重量把它压下去。手呢是绕这个圈圈的，手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泥土是一层一层一直卷，压下去的时候呢，它的移动是一点点移动。那我这个中心呢，可以看出它一直在转，它一直收回去这个一直压出去它就会有这样一个菊花瓣。接着呢，我就准备要收土了，右手的力道就慢慢的减少了，然后左手旋转把它土收回来好，我来示范一个。最后呢，就像我们柚子的形状，这个底部要圆弧，因为我们的手拉胚的平面是平的。那圆弧的时候，这样弄下去的时候，空气才会被挤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拉胚，基本上它的形状大概最后呢是这个形状。那虎盘呢是用手拉胚拉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定中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拉什么形状呢？底该多大定出它的适合的它的一个宽度这个底部是一个最基准的。定好之后呢，我们才把它拉高。右手拇指在下，左手中指在上，是透过这样 S 型把它拉上来它的厚度控制好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口张开那变宽的时候呢，往外张或是两手这样贴过去，比较这个平整。虎盘拉胚的一个过程呢，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那重点就是说，把这个底部的那个脚的位置先定下来。一定要把这个胚呢放在正中心的地方一般我们传统都是用拍打去对它的中心点，这样，因为你胚没有在正中心，你修进来就底跟外围就等于说没有在同一个圆上了。那第二个呢，它的速度呢，你要考虑到太快的话，它可能这个盘子就不稳。修胚刀在移动的时候呢，速度不能太快，你速度越快，它的痕迹就是越粗。你速度越慢的话呢，刻纹就会越细，它表面会平整。它要先把这个外围呢，先把它修完整。修平之后，我会定这个内角，还有定这个中间的角。陶瓷呢，它在烧高温的是软软的，软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支撑住，它就会凹进去了所以呢，我们会在比较宽的底的中间呢，会再做一个角来支撑它的底部。刀子吃的那个泥土量大的时候，它会有阻力。我的左手就是会在它的对称的地方呢，稍微轻轻的扶着脚的外圈跟内圈，我会把这几个位置都把它，待会会定出来。定好之后，我先刮平。那我们现在修胚的这个硬度呢，我们叫做皮革硬度，泥土的屑不会再回粘。接着呢，我要定它的脚的那个宽度。有时候我们的
拇指会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它是控制它的宽度。有时候因为阻力太大了，后来它中心跑掉的时候，我只要跨在这个位置，它依然还是在中心点上。然后接着呢，我就要把这个脚的高度把它定出来。这个高度是看你想要的美感。那当然，如果说你的作品的底部是有上釉的话呢，圈阻稍微高一点，比较不容易会被粘到。我觉得这个修胚是一个要非常熟练，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吃那个泥土的力道要控制好，想要多修一点，但是它又不至于会阻力太大，把这个中心点跑掉了。所以要随时去掌握。以前都说要学3年4个月了，尤其很多的关键点呢，师傅有时候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学徒要自己很积极的去看，偷偷的学了。其实我学习的目标刚好是2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妈妈。因为我爸爸是日本精神的，所以是非常严谨的要求。因为我妈妈的手艺在当下的南河陶一共叫做釉灰啦，比较细的一个加工方法。早期这个虎盘呢是用手拉胚去申请之外，后来慢慢的也走向旋胚，比较真正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美感的部分是在正面，正面的一个装饰。但是呢，南投的白陶土非常的少因为南投陶的泥土的含铁量很高白土呢只是在做表面装饰，产生色彩的落差、图案的一个构图那我的底部呢，大概基本上修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可以了。接着呢，我就是会稍微定中心，像这样就是偏心，左手的方向要跟它顺时针，这样一拉哪一个地方歪就是拉那个位置，这样就有中心点了。里面就不用修那么多，只是把表面把它修得比较完整。一般它的移动的速度是结合转速，如果你转速越快，你可以移动得越快。如果说不要让它回填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吹风的就马上把它吹掉。如果说你已经太深，已经觉得影响到它的厚度了，还要再补。它本身呢，是比较属于出陶文化呢，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做得很薄，会稍微厚一点。那也比较耐用。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有镶嵌，还要再挖凹痕，都会有差不多0.3公分的左右的深度，所以你不能挖凹痕下去之后就破掉了所以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因为虎盘叫做内凹型，工具呢一定要顺这样上来。那这个是外凸型的话，我就运动是半弧度的。我现在修的这个叫做火球这是冬天用的一种器具今天做的这个灰球呢，它是要软备用的，放在桌子底下就可以让你的脚呢暖和起来它里面有木炭，所以必须要有盖子，这样比较安全。这个就是火球它这个洞呢热可以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那接着呢，我就要修这个盖子。盖的时候它是凸出来的，热气比较能够出来它不像茶壶会讲究密合，这个是它背面。那这个背面修了之后呢，接着就要修正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把它倒过来。现在我要挖的这个就是一个盖子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洞。加火的时候呢，手可以勾几面可以拿出来，比较方便拿，因为让它表面比较细一点。我们这个摸起来不要粗粗糙糙的这样接着呢，我要做底部的部分依然是要定中心的，把这个角呢这个把它修出来。这个声音呢可以听出它的厚度是不是刚刚好因为这个没有在打洞所以必须要测试它的厚度那接这个角的时候呢在接点的地方必须要把它刮这个凹痕那这样的话让它接得更牢固，要用这个水布呢先把它涂上它，让它比较有粘性接着就要在第2次再拉胚手都必须要湿湿的然后才不会有很大的摩擦力，把多余的这个泥浆把它吸掉，让它的表面更加的滑顺整个主体就完成了。
那早期我们的南投陶呢，对台湾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几乎所有的庙都有南投陶的香炉，是客制化的。 因为它要刻上他们的宫庙的这个名字。那香炉的一个形体呢，是由手拉胚成型的。那首先呢，我就是把这个香炉的这个口沿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它的底它有很多种呈现方法。那我们这一个呢是叫做三角顶。你在接的时候，3个角的距离要一样。 它必须要有温公球。那现在呢，我要把它的三角呢，把它点出来。三角已经点出来之后，那我必须要再画一条直线，朝向中心点的位置画。我首先在这边做一个记号，对准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叫做中轴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确保我3个角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正三角形上面。碾的话呢，就必须要沾上泥浆。那这个泥浆呢，一定是跟它原来的土的成分是一样的。那加水的话呢，大概加50%。先做一个记号，这是我粘结的范围。那接着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我的脚的这个地方呢，用这个工具把它刷那个粗糙纹，它的附着力更强。接连的地方涂上一层泥浆，然后呢香炉的这个底部的位置两边都要涂相对应的地方都要涂，再把它粘上去，要用一点压，因为它里面不能包空气。那挤压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它周围的地方呢，依然涂上泥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泥土在手掌上先搓一个泥条，就顺着它边缘的地方呢，把它粘上去。之后呢，再抹一点这个水，把这个表面呢，把它抹得非常的均匀再用海绵呢，把它擦干净。这样呢，我们的脚呢就把它固定了陶瓷的枕头呢，它牵扯到的技法就是泥板成型然后这个镶嵌的技术还有镂空。以前的枕头都做成这个形状，叫做棺材造型，睡觉都要不忘升官发财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图案的设计的当中呢，用了牡丹，象征着富贵这边用着这个菊花非常的清高然后你看这边一个月，这边一个日，就是一觉到天亮这个让你好睡觉。第一个就是底部是第一个先出来的，第二个呢是2片，左右2片是第二个然后这个前后这个第3个连上来的最后一个才是顶盖，因为它的内侧一定要粘紧，从外面敷的话呢，它其实它里面是分开的。容易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4个墙组好之后，我们里面再把它粘泥土，把它粘牢。这个模具呢，是我们事先做好它的规格，宽度是跟底部一样宽的。那接着呢，我开始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先把泥板先做好的，再整一遍。那其实现在的硬度叫做皮革硬度，它可以支撑它的形状那第二个呢，它的粘结的时候是最好粘结的，因为它已经收过一遍了这个先把它抹平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什么呢规格再确认一遍，多余的地方呢用这个刀片把它削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一个规格厚度呢是不影响成型，切的时候呢大概60度角，一往前呢它是往下压的比较没有毛边，一定是要垂直，不能斜斜的，不能这样做。这个呢，也不宜说太厚太笨重了，所以大概差不多0.5公分左右呢，摸一摸这条凹度，大概这个厚度是叫做凹锤的厚度大概这个厚度呢是最理想的。刚开始呢要先把它刮平，所以呢我的角度大概这个接近于90度。大概80几度的表面刮得差不多了接着我就把表面再细化抛光，片子呢要朝着你的方向，大概差不多30度角的角度，它抛起来是最光滑的。这个呢要接上去之前呢，
稍微把它先整理一下，把这个日夜呢，先把它弄出来，因为在平面的时候钻这个孔洞呢是比较好钻的。我们日呢就是对准中间的位置，那月的部分呢，我们上面先画一条线，把这个地方呢割下来，毛边的地方，我们修整一下。接点的地方呢，依然要刮一个粗糙面，抹上泥浆。连接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对齐这个外面的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面呢要垂直。对好之后再往下压一点，然后呢压的时候呢，大概一点点的左右移动，把这个泥浆呢把它挤出来，把它挤出来。那挤出来之后，这个接点这个地方呢是容易裂掉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定是要加强。直角的地方用泥条把它粘起来，粘好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把它搓均匀，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你做好的时候几乎都从接点的地方裂掉那这个粘好之后，就左右两侧要把它粘起来了那左右两侧要粘起来之前呢，外表依然要把它刮成粗糙面，要粘上去的这个面也必须要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个叫做粘接点刮好之后呢，抹上泥浆，这个地方抹上泥浆，把这一块呢粘上来。那粘上来呢，前后要把它对齐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弧度，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直线，所以一定要透过手指头呢把它压进去。这个水管呢就是要压它的这个弧度的部分，让它弧度是一致的。接着呢，我们利用这个擀面棍呢，我们来校正中间。我们一面粘好之后，就不要急着粘另外一面，因为你一连起来接里面就不好接，所以这个叫做工作流程所以接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角先粘好，再来做这一面墙这样的话操作会比较不会 K 这个在接这个内角的时候呢内外手一定要在同步这样的话才不会施力点会不一样的位置呢，它产生错位呢，这个反而会让它分开的。从一端一直挤，把空气一直挤到另外一端去，空气才不会包在这个里面那比较不容易炸胚最后用海绵再把它整理一遍，接着我们就做对称的这个方向，还是要这个刮这个痕迹让它粗糙面产生出来。这个呢也是一样，要刮上那个刮痕。海绵粘上去之前，先前后对准。底部压的时候，我们右手是在对称的方向产生一个相对的压力，从下面慢慢的挤上来最上面把泥浆挤出来。内角都全部粘好之后呢，最后要盖顶之前我们用海绵先把里面做一个整理。这个地方的泥浆呢，就要稍微涂厚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一层呢就没有办法手伸到里面去补那个内角，所以呢尽量让泥浆呢积留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呢，我们在压的时候呢，它里面才不会产生空隙。我们这个顶呢要盖上去之前呢，先把这个弧度呢先压起来，压好之后呢，依然要抹上泥浆。这个泥浆也是要厚一点。那盖上去之前呢，我们也确认一下这个的线条有没有这个刚好。要盖上去的时候，稍微内侧要压一下，把它4个角都压紧，但是呢，中间的地方不压它，4个角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压紧。依然在这4个的内角呢，再用泥土把它补起来。那因为内侧呢没有办法补，我们外侧就要特别加强。那接点的地方呢，我们再用这个海绵再把它加压一遍，而且再把它的外表抹完整。那一般这个缝呢，因为接点在这个地方，我们
工具呢都是从外面往内推，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泥土才会交错。底部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由外面往里面推，让它这个缝呢有一个交叉的这个泥土。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很明显的2条缝，因为它在底部，所以这个缝呢表示说它还没有粘紧。涂上泥浆，然后呢往里面再挤一下，把这个呢缝呢稍微把它缩小，也是一样从外面推进去，推好之后呢，再用海绵修一下，这样完整之后呢，我们接着呢来修这个边边的地方。15%的收缩度所以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更小。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使用功能的时候，必须要把它的收缩度考量在这个土态成型的规格的当中。那这种泥板成型法呢，其实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它不需要设备就可以来把这个形状做得琳琅满目。枕头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我们神明上面的这个神龛上面一个龛盒呢，它是放那个贡茶的，在我们南投陶的出现率是非常的高。除了手挤胚，除了手拉胚除了续胚法，其实它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泥板成型当中呢，它展现的比较突出，可以创造出新南投陶，有文化的这个底蕴在，但是又有当代生活的需求。一般我们在手拉胚的时候呢，手拉胚的泥土大概含水量大概25%，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浓稠度它的含水率大概50%。早期叫做北水轮头那它的颜色是比较有一点点微黄的白，跟我们的南投陶的土的色差是差很大的。现在我已经找到它的颜色比较相近的，就是这个日本的26号紫土。我如果用这个白土来做打底的时候，它的表面呈现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淡，那所以呢，我们用这种2个颜色的落差来创造出化妆土跟镶嵌技法。我们有很多创作是用化妆土去着色的，它是一种叫做无机原料。化妆土就是必须要把红土盖住。我要刮这条线，所以呢，我一刮下去之后，它红土跑出来，因为我镶土的时候呢，还要再把它刮掉所以深度不够的话呢，它线条有时候变得太细了，深度还要再深一点点，所以我再勾第2次。大概我们今天这个就完成到这个程度在这个虎盘呢，上面这一张纸呢，我们是有扎的小圆洞。所以过去呢，它是要复制。我们为了要快速呢这个生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图案呢，就可以把它这个先勾勒好。会烧掉的有机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木炭。我们就把一个老虎的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画出它的形状。那用这个工具呢，把白土呢把它刮掉。基本上我们像一个老虎的雏形呢，就被勾画出来之后，它的线条就变成是红色，那个红色就是红土的部分那白土的部分呢，未来烧起来是土黄色，它的层次呢就更加的明显，我们就称它为叫做化妆土的一个方式。化妆土的一个运用呢，其实它可以多种颜色，不规则的，不是很搅拌均匀的，把它留在这个陶瓷的表面上，它就会有自然的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模式。譬如说我们咖啡杯、茶杯旁边呢就有这种化妆土的这个运用呢，运用的蛮广的我们过去做的这样一个大盘呢，其实它的装饰方法有非常多的内部的装饰方法。那旁边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镶嵌这个镶嵌的部分，把这样一个图文的一个方式把它刻完之后，可以镶上不同颜色的
这个泥浆，让它产生不同颜色的图案的变化。这种镶嵌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当中，我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呢，同时间又缅怀我们的文化。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图案呢，先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那直接在这个线条上扎洞那把这个痕迹呢，先把它定下来。也必须要在线的终点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记号这样有助于我们在线拉的时候会有点到点中间的距离，我们就能够把它拉出来。然后呢，用很干燥的不一样颜色的粉末，从那个洞把它撒进去，用一个要磨得很细的粉末不能用色料，因为色料它会颜色会烙在这个上面。用那个有机的东西，像那个碳，它就会烧掉就不见了。那有了记号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再用这个去把它刻出来。接着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线条的里面呢填上白色的泥，所以这个叫做镶嵌镶嵌那这也是南投桃的一个特殊的装饰技法填进去的泥土呢，就是希望它有色差，它凸显那个线条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泥浆把它挤压在里面之后呢等它稍微硬的时候再刮掉，这是一种。这个泥条呢。我们就抹一点点的水增加它的粘性，然后把它依序的往下压再割起来。如果说割起来它没有填满的地方再做填满这样就可以了。那刮的时候呢，刮到那个旁边很干净。那一般在刮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红泥，那尤其越复杂的复杂的这个造型呢，它花刚开始没有那么清楚，然后稍微干的时候呢，再用那个砂纸抹一下，它的表面的红泥就不见了它的凹槽就会更清楚从这个镶嵌的当中可以看出它红白对比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呢，在上上一层微黄的釉药的时候，红色的部分呢会变成咖啡色，白色的部分呢会有一点微微的黄。它本身呢，就是里面要放木炭，就必须要打个小洞，让它的热气能够出来因为热会往上对流。下半段是要承载它的灰，都是一半以上才会打这个洞。每一个地方都会用得到火球，只不过是形式上会有点不一样。基本上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南投的土，它是比较深颜色的南投桃呢是走比较传统的色彩。我先把这个4个方向的这个圆洞呢，它本身也是镂空的一部分。我先把它打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条线我是以这个为中轴线这样的话，整个这样穿起来呢，它就会比较整齐它是用一个铁片呢，把它插出一个菱形的造型这是过去的传统呢。那插的时候呢，这个面要稍微垂直再往外一点点。那插进去的时候，两头呢，要对齐，这样的话它整个就会分开。那我们会随着体积大的时候呢，这个弧度呢就会稍微大一点，这样搭配它的体积呢会比较好看。这个花纹呢会随着它的大小来看它的洞要多少个洞我们在这个4个花的这个中间呢，它有一个间隔。那这个间隔呢，我们就打左右两边那没有打就4个方向都打，会多一点图腾的变化我们现在要做的部位呢是火球的盖子的部分，不容易因为被子呢塞到里面去呢燃烧起来所以它会多了一个盖子，就是安全性。我也是这个从4个方向呢去戳这个洞这样盖子再把这个洞打起来呢它本身就已经非常完整的一个
造型，在这个上面的洞呢，它也必须要产生空气的对流哦，所以比较下面的洞呢，比较属于会进去呢产生空气的对流呢，这样的话它的火呢比较不会被闷熄掉，然后比较不会有烟。那这个香炉呢，它用的技法，手拉胚，还有镶嵌以及这个浮雕以及雕塑2个耳要先把它做出来一般会做比较立体感的会做梅花的这个部分呢，梅花呢也是南投陶呢过去常常会使用的一种花的这个造型。那一般这个陶土在手掌上的时候呢，先把它锐角先把它搓圆的，头的地方要粗粗的尾巴的地方呢是细细的。粘上去之前呢，就必须要把它的位置构图呢把它弄出来，也是必须要靠这个泥浆来做连接的工作。那在接上去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把它的接点的地方呢全部把它抹均匀，还是要比它身体软一点。那但是在软的当中呢，越接近它的那个湿度呢是最好的那因为它捏塑的过程当中，不免会有很多的手痕，利用那个海绵呢，让它的表面的粗糙面让它更滑顺一点。香炉的那个耳朵呢，就把树干的一个那种情境呢，把它塑造在这个地方我为了让这样一个造型呢能够更突出的话，我在表面上就画上了这个化妆图。我们南投陶呢会运用这个北显轮头呢，是为了美化它。其实这个北显轮头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白鳝土啦。那南投呢这种土呢，它产量很少，就是因为很珍贵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比例在我们整个的造型上会多了一点创意的部分我想这也是南投陶会展现的一个地方。涂抹完毕之后呢，我用这样一个镶嵌的这个工具可以树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把它刻下来，稍微等它稍微干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屑才不会粘回去，它的纹路会更漂亮。尽量要从枝干的地方，它就要长出去这样的话，它会觉得比较顺畅。而且刮的时候呢，不要太平行，会有扭扭曲曲的这个感觉，意境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这个锯掉的地方呢，它会有树的年轮，把它勾画出来比较有斑驳的这个感觉，这样。梅花的这个部分那它必须要有5个花瓣，中间1个花蕊把刚刚的小圆球呢先把它压扁，这个5个花瓣呢要把它重叠起来之后，中间呢刷一点泥浆，再把一个小球呢就把它压在中心点的位置中间要点一些小小的点让它更有那个花蕊的感觉，让它更有立体感的话呢在花瓣的地方呢把它刮2道痕迹呢这样梅花呢就会更加的生动。接着呢，我们要做花苞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呢必须要做一个水滴的造型，然后在水滴的这个下方呢涂上这个白色的泥浆尖的地方呢朝上朝上，中间连1颗，然后左右两边各连1颗，把这个头的地方稍微把它压小一点，是从那个花里面长出来，这弹开的那一种感觉呢。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要粘这个花朵了。然后在粘花朵之前呢，必须要先涂上这个泥浆让这个花朵能够把它粘紧在身体上然后泥浆涂好之后呢，我们稍微轻轻的一压，花的装饰呢就完成。这个香炉的这样1颗梅花呢，变成是一个它的一个耳朵，然后花也都开了，然后也有一些还没有开的这样来让整个花呢它更有这个生命力
第一个呢是那个浸釉，直接把这个东西呢就浸到釉桶里面拉起来它就会自然会一定的厚度呢。大部分都是小件作品，大件的作品呢就像水缸啊之类的，我们叫做淋釉法，就是用一个瓢子呢然后把它从旁边这样绕一圈自然的流下来，就分布在整个作品的这个表面上。那第三种方法呢，是用那个有一种那个纤维麻绳呢，它绑成一整把，然后呢沾釉浆呢就在那边甩动这样刷刷出来之后，它会有那个麻绳的这个纹路的这个表里比较不均匀。那一种呢，以前都是做比较属于像水管出陶尤其是很大的缸。过去来讲，它只要能够把土胎的毛细孔塞住了，不要漏水了，它就可以了。因为水缸你如果泥土没有烧到磁化，陶缸有时候温度烧得高的时候，你水装进去它还是会渗水。所以呢它必须要用釉药把它的表层把它覆盖起来，让它这个毛细孔完全塞住，这样就可以存水装酒。过去呢没有那种空压机，它是用嘴巴吹的。现在呢用这个喷釉法，它用喷枪把这个釉浆呢就把它喷在这个表面上。这个虎盘呢基本上它是喷一种微黄的透明釉图案才能够跑得出来才不会被遮住在喷的时候呢，这个底部呢要先把它擦掉，要不然它会粘在板子上呢，它就分不开了在整个园区来讲，早期是用什么呢？用那个稻草呢去泡水，它产生的那个碱。也有用那个烧火过的木灰那个木灰呢这个经过研磨之后呢就变成一种叫做灰釉。后来慢慢工业开始发展了，蓄电池的里面的一个原料呢它是有助溶剂我们早期呢又用那个来加泥土让泥土降低熔点。那因为它本身呢就含有一点点的这个铁质，它喷在红土的表面上就变成咖啡色，喷在白土的表面上就变成淡淡的黄色。现在慢慢时代又进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用那个长石釉，也是一个助溶剂加一点黄铁呢然后再加一点氧化铁大概它的比例没有超过6%就很接近于我们南投陶的传统的釉色现在的釉料呢就变化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原料来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可以自己调配原料那有一个透明釉呢，就可以调出千变万化的色彩只要你加入了着色氧化物，呈现的丰富度呢是来得比较高而且呢亮丽度也会来得比较高。以现在的烧法又有2种烧法，氧化烧的话就是在瓦斯在燃烧的当中充分的给它氧气，那这个氧气呢，因为它充分燃烧，它的火就会变得比较翠绿。还原烧呢，就是氧气把它关掉，让它缺氧，所以火就变得比较暗红色，比较红，然后会带黑烟，就要有那个氧它才能够燃烧。所以呢，我们釉药表面的氧就被它拿去用了，所以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所以这也就是说，还原跟氧化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比如说我们看到铜红釉，就知道它一定是还原烧出来的像我的作品来讲呢，我也用了蛮多的结晶釉然后也用一点点的流动的釉，透出它的层次。譬如说我有一些比较禅修的作品它本身就是要有那个珍珠彩的那种色彩的呈现，就会很有神秘感，会有蓝色的光那个呢必须要用氧化钴呢去把它这个调配。那我们这是一个柴烧窑那柴烧窑呢它是以木材为燃料，那所以我们的灰釉为什么变成是灰釉，就是因为植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釉料的一个来源，它也有可能会产生窑变这个变化。大部分烧这个柴烧呢，比较希望表达的是没有上釉产生自然的落灰，自然利用燃烧的时候，它的灰烬呢自然飘上去，自然落在那个陶瓷表面上前段、中段、后段它的落灰的状况不大一样。前段是属于落灰比较强的一个地方，落的越多呢，它越来越厚，釉就越来越厚，它就会流动。所以前半段呢，我们是欣赏落灰的部分，这个后半段呢，我们是欣赏火痕。如果你上白土的话，就会有红红的火痕。那我们这个的高低呢，是
按照高的一直摆到低的因为这个火是从这个地方过去呢，矮的要摆在前面，才不会整个灰呢不会挡住了哈。因为我们烧这个柴烧呢，不希望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没有变化了哈。所以我们是强调它用这个前后来遮挡让它产生火路。转的越厉害呢，它的变化越大。我们在摆胚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呢越近越好，我们尽量会靠近到它不要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越近的话，它的火路呢从这个缝隙过去的时候，它会摩擦这个表面它本身呢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的变化。那这个柴烧呢，大概我们要烧3天的时间，烧的越久呢，它的灰烬就会越多那变化就越丰富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呢我们要烧得很慢，里面含有水分。如果烧得太快的话，容易炸胚，因为我们希望它熏更多的碳素在表面上。整个胚体呢熏得越黑呢未来它的变化越丰富。我们第一天呢叫做小火，那叫做熏窑。那第2天叫做中火，第3天叫做大火大概第3天就烧到1200多度了然后会在大火的时候呢会持续这个一段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让它还原所以在这个900多度呢开始熏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有还原的一个动作，因为它的进气是来自于排气产生的对流。气不能排出去，那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进去烟道塞起来之后呢，它就这个没有空气了，所以就燃烧不完全，就开始冒黑烟熏那个陶胎，大概还原差不多1个小时，然后每隔这个100度呢，我们就会再还原一次这个产生正压跟负压的一个现象。在还原的时候呢，怎么看得出它还原呢？会火呢会从窑洞里面吐出来。过去因为它不用靠漏灰来产生效果它是要又要把它烧熟来所以呢它只需要温度，只要有木头就可以了尤其我们这边以前都是漂流木，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柴烧就要烧它的表面效果，我们有时候会做一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因为木头呢，它本身的那个微量元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成分也不大一样。我们前头在熏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点点那个杉木，它会比较有烟，先熏黑产生一些火痕的效果。高温的时候呢，几乎要靠硬木材了因为硬木材它才能够蓄温小木头是在升温用的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粗木头让这个火呢把它稳住。在烧窑之前呢，我们会把升温曲线把它设定好，到几点要升到几度它那个曲线要出来。它已经有现代的工具来辅助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温度计譬如说我要烧64个小时，我必须要把64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的升温多少度，把这个曲线画下来，越接近它的曲线越好。温度降下来就要让它升上去一点。但是呢，要学会传统，因为万一温度计坏了，那就必须要靠传统的方法在传统窑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它窑的亮度然后来判断它的这个温度，决定它投彩的这个速度573度的时候呢那个专业的术语来讲呢，那个叫做结晶转换点，过去叫做透底光明透底光明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掉的一个地方了那再来就是什么时候还要慢呢？在910度的时候，这个火呢就开始从一个不会刺眼，开始要转刺眼。一般传统的窑，它就会讲一个概念，叫做暗早，亮度已经不见了，赶快要脱火学会了传统呢，我觉得不受限于任何的一个条件，依然能够烧出一个陶器来。我1990年呢，办了我人生第1次的个展，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急于就要产生很多的创作品，我觉得我应该做出可以让人家丰富生活的器物。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陶艺是为人所用的，那你的陶瓷文化就有很强的一个需求性那水里蛇窑的这个产品呢，也进入了非常顶级的5星级酒店，甚至我们做到杜拜帆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在连接
已经深入了各种行业，都需要用到陶瓷。这样我们一个行业才能够永续经营。我们也培育了更多的陶艺人才，同时呢，水里蛇窑第4代回来了。那就如同说，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顺利的找到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了，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就在他解锁之后，也在创高峰。孩子已经回来了，当然我在创作的当中，我又更能够开始走我的陶艺创作的思路，叫做生活哲学，要让他看到我的人生的历练。我已经把自己决定我要做500件作品，保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代人对这个文化有不同的贡献哦。我们在训练年轻人，我们是要训练一个工艺家。那因为工艺叫做为人所用那你应该从第一线到生活陶艺呢，先跟人互动，同时间你的这个陶艺的历练的资历够了，自然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艺术创作的这一条路线。我们最近针对创生计划呢，培育了一群年轻人，我们完全用产业的一个技术的模式让他们来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室，相信呢能够培育一群新的南投陶的一个工作者。很多传统的这个技术没有再去传承的时候，真的会消失的。那所以我这个身为一个技术保存者，我们在从100%的传统开始教起。所以我们要能够修窑，能够盖窑，要懂得什么土是可以打窑砖的，什么土是做陶艺的，基本功夫都已经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做蜕变，慢慢走向新南投陶。已经80%的传统，20%的当代，希望训练到它能够接地气，但是又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